Hello，大家好。然后又是，今天我们又来上课了。然后我们今天上的是那个光影的课。然后首先说一下子，今天这2天的这个课纲哈，一个是明暗关系的一个把握，然后再就是那个不同角度光源的这个绘制，利用光源去展现氛围，还有画面整体色调的氛围控制。然后最后是那个课堂演示和答疑。我今天主要是讲前3个，然后就是画面整体色调氛围控制以及课堂演示的和这个答疑，主要是在明天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子。就是明天呢会用这个线稿给大家去做一个演示，就是完整的这种光影啊、上色啊，包括后期的这个调整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它可以达到一个怎样的程度。OK，那么我们先来讲这个，那个明暗关系的把握吧。明暗关系把握呢，它主要呢是讲这个光影的这个关系。光影的这个关系呢，其实从2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这个光的关系；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影子的关系。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先从这个光影的要素来讲起，就是光的要素呢。它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光的位置、光的方式、光的距离和光的强弱。影的要素就是遮挡关系、材质、光的强弱、物体的表面起伏。就是可以发现它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它这个光的强弱。因为光的强弱，它肯定会影响这个，就是它本身这个影子的这个表现。但是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一下子。我们先从这个光的要素开始看。光的位置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可以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说，这是一个人站在这里，那他的位置意思就是什么？他是就是在上面打光啊，还是下面打光啊？左面打光，右面打光？光的方式，这个方式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它这个或者可以叫它什么呢？叫它的属性，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就是它打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因为你看哈，像我们现在这个油画的这个人像，它明显它是打的，从位置上来讲，它是打的一个顶光，因为我们看到它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它朝下的面是暗的，它打的是一个顶光，然后它打的这个光的强度呢，相对来说呢，给人感觉是相对比较强的。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它这个固有色，像这个白色的固有色，还有它这个皮肤的这个固有色，就是都很好的这个展现了出来，在这个比较深的这个背景下，而且它这个光跟影的这个对比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强。那它是它的属性的话，然后呢，它的那个属性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光？应该是一个平行光。就是光的属性呢，它会有，比如说是这样子照过来的一张纸。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就是太阳光，就是平行光。我们以前就是在上物理课的时候也学到过。然后再有什么点光？比如说一张纸，哎，我是这么照过来的，我是这样发散照过来的。当你这个点光就是足够远的话，比如说你这个点就像太阳那么远的话，那你的它的光线就可以近似的理解为是平行光。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慢反射，它形成的一种慢光。就是在这种光线下，你无法准确的判断它光源的来源，你只是能感受到大致的这个明暗。再就是这个光的距离，光的距离怎么？就是你这个光从这儿照的，和你这个光就是贴着你这个脑门照的，它这个距离它肯定是对你本身的这个画面是有影响的。然后影的要素呢，遮挡关系，比如说这是一个球，哎，我上面盖张纸，那么我这个纸是怎么盖？我这个纸是这样子盖，还是这样子盖？还是说我这个纸它是就是很往上很往上，还是说我这个纸就是几乎要把这个球罩住？这就是它的遮挡关系。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材质，材质的话也是比较好理解的，不同材质它对于光的吸收和反射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就是光的强弱，再就是物体表面的这个起伏，我们之后都会接着讲到。大家其实可以来比较一下这2组图片，我特意挑了这2组图片，这组图片跟这组图片。我给个3秒钟的时间，1、2、3，1、2、3。大家就是有觉得这2组图片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如果觉得这2种图片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可以就是留言给我。
就是在于光源的选择上，还有就是直观的对于这个光的这个感受上。我光感强，其实它为什么会给光感强的话，区别其实在于是那个它那个光的，我们可以就是最先第一观感的这个判断是什么？是它具体的那个阴影，就是我直接跟你说吧，就是亮暗面的分割。我们比如说经常就是最近就是什么画插画什么流行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做二分。二分是什么意思呢？哎，就是亮面和暗面。就是这个面，这个面，它是个二分阴影，它就是亮暗面的分割。我们观察这一组图片，我们可以发现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亮暗面的分割。比如说像这个截图，我们可以观察到啊，就是除了它这个透过来的这一个侧光，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侧光给它捕捉到之外，然后看它一整个画面，它这个变化是非常的隐约的。包括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像这些画面，它的投影啊都很淡，就是它给人的这种光暗的这种分割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我们再观察这组图片，像这组图片也是，它本身因为这个结构比较复杂，其实我们如果真的仔细挑，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光面跟这个暗面挑出来的。但是它表现的这个，因为它这个形状给的就是非常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那种很利落的线条，它这种松散的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条件，所以说其实我们即使能感受到啊，它有亮面也有暗面，但是我们感受不到一个具体的形状。但是看这组图片就明显的多了，我们就是可以每个人都是可以轻松的把这个亮面、暗面，就是按照原来这个东西去给它区分出来。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就是由于光的不一样所造成的。然后这个样子，我们就要讲到就是光的位置了。光的位置呢，分为顶光、侧光、正面光、逆光、反光等等。这个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然后这一点就是什么？位置不同，入射角度不同，阴影的方向不同，同时与光源的距离也不同。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呢？就是入射角度不同，这个更倾向于什么？比如说你从上面射的话啊，它就是顶光；那你从旁边射的话啊，它这个就是侧光。这个也是比较好理解的。阴影的方向不同，重点是这个与光源的距离不同。我们可以就是感受到，就是这两种光线，就是在这幅画面中，为什么会给人感觉光感更强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它的这个光影的这个分割都很锐利，它会给人一种就是光影的分割相对来说都比较锐利，就是它更能让人去捕捉到这个光的存在。但是在这个方面，它的这个光影分割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模糊、比较交错的。它给人的一种这种画面，它给人的光感是什么？它是一种就是环境中存在着非常多的慢光，就是它到处都是光，它没有一个主光源。它主光源的给人感觉非常的不清晰，但是像这幅画面主光源的感觉就是都可以很清晰的，就是这样子提取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就是比较偏正面的一个顶光，这个就很典型的一个侧光。而且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环境中，它给人的感觉相对来说就是它更有一点就是那种空气感。空气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当说到画面有空气感了，我们会不会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画面它即使它画的这么满了，但是我们没有觉得这个画面它特别的逼仄或者什么。但是像我们这种，像这种就是光线它卡的非常的分明，它会给我们一种就是更近、更跳出纸面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所说的光的位置不一样。当一个光，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哈，在这里，这个是我用 Nomad 就是拉了一个这个光线哈，这个是一个点光。当我们移动这个点光的时候，当它离得更近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分割是相对来说更加的。等会儿这个把它强度稍微调高一点点。
就它离得更近的时候，我们对于它的这个面会有一些更锐利、更清晰的这个认知。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拉得很远的话，我们更多的感觉它是一种色彩上的这样子一个感觉，就是它本身它这个面的形状，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地方都会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不确定。所以说，就是与光的距离比较近的话，它的这个光影形成的这个面会比较锐利；与光的距离比较远的话，它光影形成的面就会比较的模糊。OK，那我们接下来看，再就是光照射的方式。光照射的方式，我个人认分为点光、平行光和慢光。点光呢，就是舞台上的聚光灯或者是蜡烛，像那个伦勃朗的这一张，就是很典型的点光。光源的位置是在这里，它就是四处发散。我们可以，如果是说，比如说在这个老者身上，它光源是从这里来的，这个是从这里来的，就是一个点光的这样子一个。平行光的话，就是像是太阳光，或者是说专门的，比如说室内的顶光，或者是舞台光，就是一些，它的光线的方向只是唯一的。比如说像这张光线，我们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它其实它是一个类似于下面的，从下面来的一个这种正面来光。所以说，你看它正面来光之后，它把这个物体的这个阴影的这个形状，一般来说是在它这个主体的上面，而且它是紧紧贴着这个主体，它有一种勾边的感觉。为什么说它这个阴影没有走得更远呢？因为本身它这个光它就是比较正面的，就是它遮到这个份上，然后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光打过来，又把这个面照亮了，所以说它阴影走不了太远。如果说这个光它不是这种正面，它是这样子，从底下就是很斜的这样子射过来的话，那这个地方的阴影它就会走得更远。因为你斜着射下来的话，那你可能你只有这个地方才能会被照到。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就是这个根据这个光它对于阴影本身的判断。再就是慢光，慢光的话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是像那个正午的这样子大太阳照在这个地面上，然后这个地面呢会给反射一些亮亮的光。像这张画面，它其实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亮，就是你知道它有阴影。比如说这个阴影的形状是很典型，它是一个平行光赋予的形状，是什么？太阳光穿过它上面的这个遮阳伞，然后在底下留下一堆投影。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人物主体，我们反而观察到它没有一些特定的这种暗面了，它的暗面都是给的就是像一种趋势，而并非是一个形状。这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地面的反光，而且是四面八方的这个反光就来的很多，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具体的形状了，它只能形成一些模糊的倾向。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光影的这些形状，基本上都是一个自然光的这样子的平行光线。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什么？它是那个被遮挡了，就是平行光形成的这个阴影。但是这个地方它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过，它是这个地面的反光形成的。反光形成的话，它就相对来说它是很柔和，又是比较弱的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反光，它这个地方这个墙面上，它也是一个稍微的，它这个边缘分的没有这么清晰。然后这个地方的反光为什么它分得很清晰？因为它本身这个地方就有转折的结构。OK，我们接着来看光的距离，就是光离物体越远，光越微弱，边缘越模糊；光离物体越近越强，边缘越清晰。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也是，就是我们可以判断整体的这个光线是在这里。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子，它这个鼻梁的这个投影，就是它这个明暗交界线和它这个面部的这个明暗交界线，我们可以稍微的感受一下子。明显是鼻梁的这个明暗交界线更锐利，然后面部的这个明暗交界线更柔和。它是有几个这个地方，因为就是它一整个像这个侧面，它离这个光源都非常的近，所以这个地方的光线是最强的。同时，它造成这个明暗对比也是很强，而且它能够形成这样子比较强烈的明暗对比，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整个环境它没有就是它的反光是比较弱，因为我们感受到它是一个夜读的氛围。夜读的氛围证明什么？证明它这个光源的来源只有这里，也就是说它周围的环境实际上是比较暗的。所以说一旦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从那个什么，我一旦就是背着这个主光源了，那我上面形成的这个阴影就会很深刻。
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关于这个枕头笔触的这个使用。到这个地方就是离光源最近的这个枕头，它的交界线是比较锐利的。然后到了这个边缘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就是用一些这种横的排线来打乱这个交界线的这个节奏的，使它就是质感上显得来说更加的模糊。包括这个投影也是，这个地方是最为锐利的，远离这个交界线的地方开始慢慢的变得模糊。再就是光的强弱了，光线越强，边缘越锐利，对固有色的影响越大；光线越弱，边缘越模糊，对固有色的影响越弱。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强光，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强光照射下，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这张图也是强光照射下，它甚至有一种类似于勾边的效果，把整个物体的这个形状都勾勒得非常清晰。就是包括它的暗面跟它的这个亮面的形状也是非常的锐利，所以说二分的话，它经常会给人一种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有冲击力的，是因为它二分它是一个光面一个暗面，中间甚至都没有灰面，它本身它这种安排光暗面的方法就是在强光才能有的一个条件。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比如说比较婉约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光，它的这个边界感就是给人就是相对模糊的。如果说我们把它这个东西，我们给它处理一下，我们把它边缘给清晰了。它给人的光感是会变强的。我看看这样子，大家可以稍微体会一下这种强弱的这种对比。OK， 那么讲完了这个光的因素，我们现在再来讲一下这个影子的因素。其实刚刚那个光的因素中，其实已经覆盖了一部分了。我们接着先来看看影子的因素，就是就是现在说这个东西，我不指望大家就是说完之后啊，立马就好像就是会画或者会应用。我就是先把这个线给埋一埋，等后面就是等后面示范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具体怎么在分析处理画面的。影子的话，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它的遮挡关系，就是离遮挡物越近，就是被遮挡物上的投影就会越实，边缘越锐利。比如说像这张图，就是我们单看这个球，我们知道上面有阴影，我们可以判断它这个阴影，要么是说这个球上有坑，要么就是它之前有遮挡物。那如果它有遮挡物的话，看这个边缘很模糊的感觉，它会给人一种遮挡物很远，像是这种的感觉。随着遮挡物的越近，我们可以看到它阴影相对来说留的就越实，也变得越深。这种关系大家可以稍微体会一下子。然后呢，再就是材质，透光材质、反光材质，就是特殊材质有特殊的处理效果。比如说，我们经常后期也会讲到这个塑造材质的塑造，比如说透明材质啊，或者是像这种金属材质啊。它这种材质对于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光，它可能正常的材质它可能是这样子，然后明暗交界线稍微暗一点，这个可能是正常的材质，但是金属材质因为它反光很厉害，它同时也会有很亮的反光，让它这个地方就是它一整块的对比变得非常强，在画面中的这种视觉强度也很高。再就是光的强弱，就是光线越强，阴影越实。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就是在光的这个地方讲过了。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强光、次一点的光，然后最后最弱的这个光，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它弱光，你本身这个明暗的这个对比也是不够强的，而且你这个弱光的话，离得远的话，它这个边缘这个交界的地方，它也会相对来说更模糊。
最后是物体表面的起伏，物体表面起伏越尖锐，投影越尖锐；物体表面起伏越柔和，影子呢就多为过渡性的阴影。这个大家可以，比如说就是拿这个人脸去理解的话，我们画人脸，我们经常会就比如说画投影，就是鼻子这个底下是有形的投影，嘴巴，但是没有人就是说什么，但没有人画脸的时候会在底下会把颧骨这个地方阴影画的特别重吧？为什么？因为它鼻子它是一个这样凸起，就是侧面画它是这样子凸起，它本身是一个有很多转折的，而且它这个转折都足够的有落差，足够的尖锐。但是颧骨一般人来说哈，正常人来说还是相对比较起伏的，就它更像是一张纸，这种比较柔和的这种过渡。所以说，除非是你的这个光线它从很偏的这种地方射下来形成投影，而且你这个光线够强够锐利。所以一般的光线它形成它都会是一种缓慢的，就是相对比较柔和的去过渡。那么刚刚学到了这些光影的知识，我们现在来就针对这个画面来进行一个光影的分析。它这个画面我觉得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画面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很美哈。首先我们先从一个大的这种角度去理解它。就我们眯起眼睛，我们就是仔细感受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拆分哈。第一个是从这个亮暗面的，第一个我们从亮面暗面的明度的对比上来拆分。我们仔细感受一下整个画面，它明度对比最强烈的地方是在哪里？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明度对比最强烈的这个地方，如果眯起眼睛看一下的话，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它亮面、暗面，它的形状对比。形状对比最强烈的地方在哪里？也是在这里。不仅是因为明度，而且是因为什么？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有很多很碎的分割，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比较整体的、很竖的。然后这种地方啊，又碎又小。又碎又小又有线条，然后同时呢，当它引入到这个暗，同时它又有一种大的切割，而且当它引入到这个暗面的时候，它又没有形状了，就是这一整段的这么一个疏跟繁的这种对比，整和碎，就会把人所有的就是这两个对比本身做的很强，就会把人所有的视线引导在这个区域内，引导在这个区域内之后呢，而且这个区域内对应的是什么？是人身上最传情的一个部位，就是眼睛。所以这幅电影画面它给人的这种观感或者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本身它运用了光影，它去做一些对比，它去做一些引导，然后把它这个眼睛的传情的这种情绪感给它放大了。如果是说它单单的啊，就是没有这个笼子，没有这个遮挡物，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子一个阴影的话，它给人还不会有这种感觉。可以看到，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光影分割给它遮掉的话，它本质上它的这个魅力就少了很多。而且仔细的话，我们再从细节上来观察，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就是它这个阴影的这个虚实。从以这个地方的阴影为例，这个地方是比较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是相对来说比较实的阴影。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当它画面进入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它没有切出来一个这样子的形状？为什么说这个边缘没有这么锐利？但是我一旦把这个地方这个边缘锐利了，我就给人感觉失真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因为本质上我这个地方的阴影是因为是这个什么？是这个笼子的投影。但是这个地方的阴影是什么？是我一个额头的转折，就是我这个地方有光，然后呢，我这个额头在这里头就是这样子，哎，很平滑的转过去。它两个阴影的节奏不同，它碰撞在一起，它会给人带来一种就是很多样的、很丰富的感受。OK，我就强调一下，大家能看到我的画面吗？因为我看到没有什么消息，就是大家能看到我的画面吗？看到的话可以回一下子。好的，好的。
OK，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些，就是它关于这个光影的深浅。我们上一回讲了它光影的这个虚和实哈，接着讲它光影的深和浅。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它光影最深的地方是哪里？是这里。光影最浅的地方是哪里？是这里。为什么这个地方光影最深？为什么这个地方光影最浅呢？它本质上它是什么？就是整个画面，它除了我们可以看的话，按理说这个地方你应该是不受光的。为什么我这个地方不是纯黑色？就处理画面的时候，看到不受光的地方，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是纯黑色？本质上什么？本质上是因为像是这张图片一样，本质上就像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能确认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光源，因为这个光源它这个遮挡物离我很近，留下一个很明确的这个形状。但是呢，我又受到这个环境大量的这种反光、漫光，所以说就是在我不受光的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纯黑纯暗的。那么回到这个画面，它这个地方它之所以就是没有变成纯黑色，是因为它这个画面中其他的环境充斥着很多的反光。同理，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最暗，这个地方呢相对最亮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它离遮挡物最近，就是我们知道它中间的这个距离那么近的话，它其他的光线它是比较难挤进来的。但是当你这个距离远了，哎，比如说像你这个口子大了，那你这些反射的，哎，慢反射的这种光线就可以更好的进来了。所以说就会导致这个地方，就是离它远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微妙的这个明度变化，就越往这里头，它的这个光线越亮，因为它离着远了，所以说它这个本身的这个反光就可以透过来了。OK， 分析完这张画面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其他的画面，带大家简单走一走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画面，它是首先它本身就有什么哈，它是用了这个差不多是这种，就是画面中差不多2分是亮的，8分是暗的这样一个节奏，然后它暗的这个地方基本上都位于相对于这么样子一个位置，而且它暗的这个，而且它这个亮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即使是已经变成像素了，它亮面的这个形状的切割还是非常的，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的这种细的。不一样的深浅，不一样的形状啊，不一样的这种还有这种，就是它不一样的这种倾向，就是一个地方有的是横的，有的是竖的，它本身这个构成很复杂，它给这个画面增加了很多精美的感觉。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材质，它有很多这种玻璃啊、器皿啊或者什么这种材质，它给整个画面这个节奏也是更添加了一种更添加了一个层次。然后我们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形成特别明确的这种它明明是有光射的，我们能感觉到，而且我们还能感受到它光的这个线。为什么说我这个地方这个光我没有这个，就是它现实生活中它没有做的这样子那么锐利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种丁达尔效应。就有同学自己可能知道学过这种丁达尔效应，就是它空气中是有很多水分啊或者微粒啊或者什么，当你这个光线射到这个空气中的时候，它互相碰撞、互相散射，所以你最后形成的这个光反而是有一种逸散感的。但是当这个光你看作用到具体的这个人物身上，它的这个边界就会相对来说还是蛮清晰的，可以看到这个很清晰的这样子一个亮面。这个很清晰，大部分的暗面，像这些光影的这个切割。OK，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也是很典型的，就是这张图，这个是烟雾哈，它大部分这个地方它都有这个很明确的这个光影的这个面。然后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张图它还有一种什么效果？它这个地方它有一种泛光的效果，就是泛光的效果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本身我在这个很明确形状的这个亮面。类似于什么？就是如果你要处理的话，比如说在家复制一个图层，复制这个亮面图层，并且什么高斯模糊，高斯浅浅的模糊一层，然后就是叠加在下面。像它这种光源的这种逸散，它有的可能是什么？有的可能是因为这种胶片啊、摄影啊，它这种感光的不一样，也有可能就是它本身它这个光线它给的太强了，就是人类感光就是我可以感光到这种周围的这种地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裤腿，它明显它是有透光的，它没有说就是这个，就是我这个地方是处于这个暗面的，然后我就像其他周围一样这么暗，因为它这个光线它给的是一个
还是一个蛮强的这样子一个光，所以说导致它就是除了射在亮面之后，再加上这个材质它本身比较透，然后它就透过它的亮面，它穿到了它的暗面，最后就导致就是它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周围的这个光线，它都有一些逸散的这种边缘，这种边缘呢造成它整个画面这种地方就比较的柔和和唯美，它给这种光的感觉更加扩大化了，但是没有那么的尖锐。我们就注意哈，像这种边缘的这种逸散的这种感觉，它会给塑造一种梦幻感。就是很多胶片摄影中的时候，他们就会特意去追求这种光感，就是很强的这种光，然后照在很弱的主体上，然后追求一些逸散的光感。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张，这张是很典型的，就是它本身它这个主光源它比较亮，但是它比较散，而且它的反光相对来说比较多。可以看到它这个光，它就没有什么很具体、很清晰的这种形状了，而且它整个包括这种地方、这种地方都有一些微微的逸散感，就是不要小瞧这个逸散感哈，可能一幅画很多时候它就是通过这个感觉撑起来的，就如果缺少这种感觉，它画面会打很多的折扣。而且我们自己注意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是像这种窗边啊这种地方，它的这种光线、这种逸散感是最强的。但是当它就是穿过啊，它落到这种具体的物体之上，因为它本身这个光，它不像这个光一样，它这个离得很近，你知道吗？就是啊，我这射过来，这个离得很近，它这个是空间，它是有一定距离的。就是我这个地方啊，我有这种逸散感，光到这比较强，但是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已经什么？它已经在衰弱了。衰弱了，我们就可以发现，它这个柱子就没有逸散感了。这个柱子就是很明确的这个亮暗的这个分割。然后这个女主的裙子，第一个是这个女主裙子可能它离它更近，另一个是什么？这个女主的裙子它可能它本身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柔软、比较透的一个材质，所以说它这个光打到这里头，它也会有一种微微逸散的感觉。OK，我们再来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其实是一个光影分割非常妙的一个画面，整体画面就一个主光源，但是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哈，它整个点大面积的这个暗面和就什么点缀的大面积的暗面，加什么？加这种倾向性的灰面，什么意思呢？这个灰面是这个样子，指向这里，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这个就是点缀的亮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哈，它有这个亮暗昏，它3个层次，而且它3个层次，它本身它这个形状的趋势也都是不一样的，给整个画面它就是又添了一种层次。而且我们观察到，它这个在这个灰面中，它除了有这种亮面哈，它有这种点缀的暗面，再加上最中间这个主体的这个人物，它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周围这一圈它是最亮的一个部分。也是聚集最多的部分，利用这个丁达尔这种易散的这种光源，为什么说这种就是我们要给的话，我们也是用一个比较散的光源比较好呢？因为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纸片它的分割，它的形状已经很凌厉了。这个时候就是背景上，如果说你用比较凌厉的这个形状，它会让人觉得光很近，而且有种就是它有种刻意感，它有点类似于那种舞台光，就是你很近的光源啊，你的分割才会变得这么的明确。但是你如果是说是一个很有空间，你本身充斥着空气，你这个地方光就会变得模糊。然后它本身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这束光，然后再加上就是很明确的一些形状的分割，也是增加了一种层次上的这种分别。OK，那么这张图呢是我自己的一张就是照片练习，我们来观察一下，就是在这张照片练习里头，我用了哪些办法来处理这张照片。就是首先这个手的部分，就是我是觉得非常值得一说的。这个手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哈，它其实是有一个光线的这样子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光源是这么暗的，但是我在这个手这个地方，它光反而这么亮了。它是什么？我其实是在化用，我在化用一些，比如说玉啊，或者是说那种树脂啊，就是相对来说微微透明的材质去处理这个光感。就像是这个部分，你看，就像是这个部分，因为它这个光你打到亮面，然后它本身比较透，它可以透过来，
强光可以透过来，所以就导致这个地方它颜色它可能会就是，比如说这纯白色啊，那这个地方就稍微灰一点。那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这个，就这种颜色，然后它这个地方颜色可能就稍微的暗一点，而且我们可以把它饱和度给高一点。实际上是原画面它的这个手部的这个颜色，它跟这个颈部的这个颜色它都是一样的，两个都是一体的。但是我这个样子就是特意的我去用了一种化用的东西，然后让这个地方这种手部的这个感觉更轻盈。然后在边缘的地方，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我们如果是观察一个影子的话，我们通常会发现，就是很多情况下，它会强调一些明暗交界线，而且是用高饱和来强调明暗交界线。用高饱和来强调明暗交界线，所以说在这里呢，我特意是什么？我特意在这个投影的这个边缘加了一些高饱和的这个颜色，然后呢，就是来强调我这个投影的这个，就是来强调我这个投影的这个边界。为什么说其实啊，我就是末端是高饱和的，但是这个地方是亮的呢？本质上我还是就是什么模拟了一个这个地方会有光透进去。这个样子的话，我这个整个画面这个光的这个层次，它就比单一的啊，我只是单纯把这个暗面涂满，它要来的要多。OK，然后接着看，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其实用的跟这个手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手法，就是像这个边缘，比如说我这里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强调，但是如果想要的话，同学们也可以就是自己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哎，可能拿这个地方饱和度比较高的强调一下明暗交界线，然后这就是利用一些透光的这种材质，就是它本质上它会给人一种更丰富的视觉享受，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的材质就是实打实的，但这个材质它这个地方的材质我们又会觉得它是有点晶莹剔透的。就是它这种微妙的这种继承感会让人觉得，更有意思。而且我们可以，而且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有采用任何的透光，但是在这个褶皱的地方我采用了透光，本质上也是迎合它一整个，就是它一整个这种光影趋势。就是比如说，假设这个地方来光，然后这个地方的光，它可能就是什么？它就是处于这种光线的范围之内，光线的范围之外，所以它反光很少。但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处于这个光线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它是有一点的透光的这种反光。这个就是对于这个我在画这样一张练习的时候我的思考。同时同学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我这个光影的边缘，就是在这个边缘我给的很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它其实它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凸起，它有个分割的。但是到这个边缘，就是我不要它凸起了，就是我就想表示一个凸起，但是这个地方我是一个汇总，那我就给它边缘这个地方的边缘适当的模糊，表现的什么？表现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圆弧的这个面转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比较锐利的面表现的是个转折，但是比较模糊的面它表现的是一个承接和起伏。所以说，整个我的明暗交界线就是转折，哎，起伏转折这样子慢慢跟着来的。尤其是说那种什么，尤其是像你鼻子有很锋利的折角，你就可以尽情的去转折。但是像你这个地方，比如说像你这个下巴底下的这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没有人下巴就是还分两个坑去凹陷的，就是分个坑去凹陷没有。所以说这个地方它往往它都是一些比较柔和的过渡。OK，那我们就是先把这个明暗关系的把握讲了，然后我们接着来讲一下不同角度光源的绘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简单的画了一个一男一女的一个光线变化的这样子一个动画哈。之后的各个图层我都给大家发在这个群里。其实我个人感觉，对于光线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把握，比如说只是一个单一光源让大家画，大家应该都是可以比较好的去把握住的。但是比较难的是，就是看我这个给的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比较概括的一个形状。也就是说，其实我本质上我除了这个眼睛和这个鼻子，我其他地方都很少有起伏。
但是我们在创造真实画面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啊，我只画到这个，比如说我光影画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具体要是怎么样去把光影细化呢？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点。这里就要求我们去理解一下这种面部的这个结构了。我现在这个标注出来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面部的这个结构。那我现在接着来就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子面部需要注意哪些结构。假如说是一个顶光的话，它需要注意的结构是眼窝。我用那个什么吧，我用这个来标注吧。我先来给大家概括的，就是这个地方我是表示一些概括的那个，这个地方我是来表现细节的，就是最深的地方眼窝，然后呢这个鼻子的这个投影，然后再就是这个上嘴唇的这个暗面，因为嘴唇是这样的嘛，比如说往上投影的上嘴唇，它是完全的就是一个在光线之下上嘴唇的暗面。这些地方是最深的，因为这些地方它的转折也是相对来说最强烈的。次暗面呢，相对来说是像这个鼻骨的这个地方一个切分，然后呢，它这个就是这个下唇跟这个下巴之间的这个唇缘的这个地方，这个暗面，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它这个阴影的这个颧骨、颧弓这个地方的过渡，和这个就是有可能是这个什么这个地方的这个眼尾，然后还有可能是什么？是这个卧蚕的肌肉。如果前提你这个卧蚕比较深的话，再就是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地方都被眼线替代了哈。就是给大家这样子画一下子吧，这个是比较概括的一个办法。如果说我们用这个东西去画一些相对比较写实的画面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些要素就够了。给大家感受一下的，就是它这些面的这种概括。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如果是说我不仅仅想要停留在这种概括，我们要进一步的细分的话，我们还需要去注意什么？就仍然这个眼窝这个地方是最暗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深眼窝，它不是所有种族都有的，尤其是当我们去进行这种二次元的画风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不会画眼窝的，因为画了眼窝就会觉得很奇怪，就你整个眼睛明明那么大都凹进去了，就有点像骷髅一样。所以说，如果是说你想表现一些这个，就是更为具体的结构，你要注意眼窝这个地方它是可以变的，根据种族、年龄以及性别去变。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不难理解。那么我现在我就是以一种就是比如说白人男性吧，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是这种眼窝是最深的，来跟大家讲眼窝的结构。为什么？是因为其实你了解到这个最深的结构之后，那你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要画的话，你就是针对这个结构，你去进行一种就是递减的削弱，就是你不停的去削弱它，不停地削弱它。但是你该有的结构点是要有的，就是你可以削弱，把它整体这种对比给它做的很，比如说给它做的很弱，这个是可以，但是不代表就是你在这个弱之中你就没有变化，你的结构点就没有了。OK， 我们接着来讲一下，就是这个眼窝的这个地方。首先呢，它眼窝就是从这个地方的眉骨这个地方的转折是相对来说比较锐利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出口的这个地方，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模糊的。当然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建立在一个就是它那个光没有那么强烈的情况下哈。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也是成立的，因为什么？它模拟了一个很强的一个光线，所以说它眼窝的形状就特别的清晰。
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它经常，比如说这个眼窝这中间，它毕竟是个窝，就有可能它就是周围环境有反光，它会反到这个窝上面，所以说眼窝的中间它比它的边缘可能会稍微浅一点点。这个浅到底浅多少呢？具体看你这个反光的这个程度。假如说你反光真的就是反的特别强的话，那你这个地方你甚至都可以不是亮面，不是暗面，它都可以成亮面。但是我就说在顶光光线下，这也是大家画的最常见的一个光。然后大家注意到，在这个地方我刚刚去进行一个模糊，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两个地方的模糊，就是相对来说，按照如果模糊有层级的话，这个地方的模糊是，这个地方模糊是稍微低一点的，这个地方模糊是稍微高一点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延伸的，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面儿的这样子一个要转折过去，就是我们让人知道这个地方眼窝还是连着这个地方的面的。但这个它不是说这个它就是它这个面儿它是直接下来了，它相当于像一个河，它就流入大海一样。所以说它不是说一个河，我突然又拐个道儿，这个就像一条河，然后我拐个道儿了。所以说它虽然有模糊，但是没有那么多，这个地方就相对来说它更易散一些。OK，那我们再看这个相对应的这个地方的结构，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这个地方的结构也是需要过渡的。过渡承接，大家可以注意到，一般来说是它一般来说这个地方形状它是相对比较散的，但是散之中呢，就是靠近眼尾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它这个是最暗的，因为这个地方的凹陷是最深的，它是这样子这样子一种趋势在继承，这样的一种趋势。然后同样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它这个眼球这个部分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个地方它会留出一个眼球的这样子一个暗面跟亮面之间的区分，也要把这个表现出来。如果说什么哈，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双眼皮儿特别宽，或者说你这个眼窝特别深的话，它甚至有可能就是这个面儿你就接着往下按。但是眼窝特别深会给人一种什么？会给人一种显老的感觉。我之前也说过这个面部的这个细节，大家自己就是针对人物具体的这个具体的属性哈，去分别的处理他们的五官。然后卧蚕这个部分就差不多一样的强度。然后我们接着讲到这个鼻骨这个部分，鼻骨这个部分它其实有很多模糊工具，一般选哪个笔刷呀？我用的就是Procreate 就带的气笔修饰啊，这是自带的，这是我是自带的气笔修饰，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用了。OK，让我们接着进行。那么下面重头戏到了什么？重头戏到了这个鼻部的这个阴影部分。鼻部的这个阴影特别难处理，为什么呢？特别难处理，因为我给大家就是它的面儿很小，同学们注意一下子，就是它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讲过鼻骨的结构哈，就是鼻骨，就差不多这个地方是一个梯形。它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是我们鼻子如果按的话，这个地方它是硬骨头，然后它到这个地方它开始接软骨了。如果有的人他软骨哈，他发育不足，他这个鼻子就是这样的走向，就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常见的鹰钩，就是这种往下垂的鼻子。如果说他鼻骨发育的比较充足，他就是这样子往上走的这个鼻子。就是发育的比较直的话啊，它就可能就是这样子，就很顺的这样子去承接下来了。然后除了鼻骨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你发到后边还有一个鼻头的这个结构。我们去感受一下子，就是鼻子这个地方是硬的骨头，这个地方是软的骨头，到这个地方呢，这叫鼻小柱。鼻小柱如果发育的不足的话，我们就会长出塌鼻子，就各种各样的鼻子，就是往下垂的呀，或者说往上提的呀。或者说这个样子，或者是很塌的呀，或者说是鼻小柱发育的太高的话，就会产生一种比较翘的这样子鼻头。这个本质上是因为我们这个鼻小柱每个人的发育程度不一样。然后讲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哈，鼻骨这边有几个面，它有1个面、2个面、3个面，同时它还有什么面？同时，你比如说光打这边射进来，那我这个地方是暗面，我这个鼻子它不可没有投影吧？它也有投影。它投影，它一般来说是投影的什么形状呢？假设哈，就完全按照这个光线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就给它一个，就是完全的按照这个鼻子这个侧面去投影，这个样子行不行？这个样子其实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形成这样子，完全是个鼻子侧面的投影。就像是这张，如果你让我画侧光的话，我会怎么画？假设哈，这个地方很侧，我们会发现，哎，我并不是完全这样子去画的侧光，我反而是就是这个样子去画侧光。它本质上什么？本质上第一个是它鼻子上面没准有起伏，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面部也有个起伏，就是它这个画这个鼻子这个侧面的阴影，不考虑到面部的起伏是不可以的。就是像这个一样，这个地方，哎，它可能有卧蚕，它相对来说比较平，然后这个。它是就是一个那个什么颧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颧弓这样的位置，然后慢慢到这儿的话，我们的这个东西，我们这边这个部位是鼓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嘴唇一般来说嘴巴是往前凸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经常的法令纹的这个位置。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个地方有胶原蛋白撑着，所以说没有纹路。然后老了之后，就是说那个皮都往下坠嘛，然后这个皮肉相互挤压之下，而且这个地方底下又没有骨头支撑，它也会形成这个法令纹，这种老的这个纹路。也就是说，是这种地方，哎，有支撑，这个有支撑，这个有支撑，然后这个地方没有支撑，而且它不同的地方，它支撑的这个程度还不一样。你要考虑它这个面部骨骼这个综合的这个情况，你才把这个鼻影给它完全做出来。比如说它苹果肌要是很高呢，那你这个地方，你这个东西就是要被它的苹果肌，你这个影子就要被它挤得往外边往里头稍微缩一缩。同时呢，你这个举动也是在告诉人家，哦，原来这个男人他的苹果肌很高啊，他这个地方很鼓啊。假如他面部很凹陷呢，那你就是什么？你就可以就是跟着他，就稍微往前走一走，他就告诉别人，哦，原来这个男人他这个面部，他是一个挺凹的这样子个面部。大家可以能 get 到吗？就它不仅仅，如果是说光这个投影，它不仅仅受到这个鼻子本身形状的影响，它还受到这个面部起伏的影响。我写一下吧，好给大家分享笔记。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作用。然后接着下面讲回来，就是讲回来细节上。然后我这个地方假如要画阴影的话，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子，我先具体操作一下。
它肯定它不能画一个毫无变化的阴影。这个地方我们先从简单的地方开始，这是两个面儿，两个几乎就是什么，就是很有起伏的这个面儿。一般来说，这个面的阴影它会稍微的淡一点，然后这个面的阴影它会更重一点。这两个面儿，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像这种比如说这种顶光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光，就是你看这个面，它多多少少它还是更可以受到顶光照耀的。但是这个面就完全就是什么，就跟顶光已经平行了，就顶光就可能就碰不到它。这个面就完全的是什么？就完全的就是在顶光下面了，所以它完全是暗的。这个跟顶光平行，然后这个呢是什么？跟顶光就是相对来说，它有可能就是一个方向的，所以说这个面是相对亮一点。那我们接着进入到下面这个鼻头这个部分，这个地方的阴影其实就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的难搞，令人恼火，因为它本身它就很复杂。我们可以看到鼻部的这个影子这个地方这个鼻孔这个地方都是最重的，肯定是不用说的了。然后其次呢，比较重的是什么？是这个鼻小柱的位置，道理也是一样的，同理，因为它是这个逆着光影。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知道鼻小柱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转折，但是这个鼻翼呢，它是这样子柔和过去的一个转折，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鼻翼的阴影会比鼻小柱的更柔和。同时呢，它鼻翼的阴影，因为它本身它是这样子斜着柔和的，它也不是说这么竖着柔和，它是这样子斜着柔和的。它相对来说，鼻翼是这样子直冲着的话，比如说这是顶光，那就是它两处的这个鼻翼是这个样子，鼻小柱是这样子，两侧鼻是这个样子，所以就代表着它本身它这个阴影也会给的更浅，就是可能鼻小柱这么暗，然后这个鼻翼它可能就会比它稍微浅一个层级。但是这不代表什么，这不代表这个鼻翼没有阴影就有很多同学他们经常画着画着，他这个鼻翼就没有阴影了，或者说就鼻翼阴影给的过重，或者说是什么，或者说就是鼻翼阴影它给的形状很奇怪。就是鼻翼阴影的形状给在哪里呢？你就是把你自己的这个鼻翼这个地方确认一下，然后基本上这个你在旁边切一个线，就是跟这个鼻翼形成切线这个地方是它阴影开始的这个地方。然后还有是什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阴影是特别，就是也是特别磨人的，就是关于这个鼻头这个阴影。我们都知道，这个鼻头是鼻子最高的一个部位，其他地方的这个鼻翼它位置要稍微矮一点，也就代表什么？它本身有高度落差，它肯定它光影上也有落差。光影上有落差的话，如果说什么一个鼻子它这个落差很大，比如说是这样子的鼻子，那它这个鼻翼的阴影就会什么相对比较重一点。如果说一个鼻子它光影的它这个落差很小，它是一个这样子的鼻子，那它鼻翼的阴影就是相对来说更浅，而且个度会更柔和一点。OK， 那我们再注意什么？再注意就是这一小段的阴影，这一小块的阴影，这一小块的阴影它其实是比较玩味的，就是这个地方它会相对重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它又会相对浅一点。哦，对了，这里再跟大家补一下，就是如果是说你画写实风格，那么你鼻翼千万不要就是
就是你周围，比如说像我这样子，你要去做很细的阴影这个区分，那你的鼻翼的光千万不要比你鼻头的高光还要亮，因为这代表什么？代表你鼻翼跟鼻头处在一个水平线上了。这就会代表什么？代表其实你的鼻翼是这样的很起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会给人一种这种感觉。所以说，一般来说，鼻翼的这个亮面，它是比这个鼻尖儿和鼻骨的这个亮面会稍微的暗一点点。但如果说你给太暗，你这样子暗的话，那你就没有鼻翼了，就也不是很行。OK，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方相对亮一点点，这个地方相对暗一点点。它不是说针对这个的亮而言，而是说这个地方相对暗一点是什么？你要把鼻翼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是鼻翼的中点，你这个地方相对暗一点点，它是要把鼻翼的这个起点给它表示出来。但是说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你暗的很隐约就行。你要是暗到就是很深的话，它就会显得你这个鼻翼这个地方特别突出。就是你这个地方的深浅，它决定了你什么？它决定着你这个鼻翼突出的这个程度。这个地方稍微暗一点点，但是这个地方呢，你相对于上面的这个阴影又是相对亮一点点的。为什么？因为你的鼻子是这样的一个柱形，然后到你这个鼻头这个地方，就是你旁边这个柱子开始汇入到一整个鼻翼的，就是它是一个交汇的这样这个地方，证明它这个面它就没有这个时候就那么垂直了。就是你看它这个面，这个鼻子是个锥形嘛，它这个面它开始慢慢的过来了，所以说尤其是到这个鼻翼接洽这个地方，它又会比前面的这个阴影它会相对暗，它会相对亮一点点。就是整个鼻子的结构很微妙，大家可以回去多观察，多去研究一下子。然后再来讲到它这个嘴唇的这个，哦对，这个鼻底下的这个投影，鼻子底下投影的这个形状，同学们注意一下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波浪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有人中，它要是没有人中，它就是完全是个圆弧了，就这个样子下去了。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很多二次元就是这种比较平面的，它也没有就是去把人中纳入考虑之内哈。但是如果说比较写实的，或者说你想画写实，你要清楚这个地方是有人中的。然后也是边缘这个地方稍微的暗一点点，中间这个地方稍微的亮一点点，因为你这个鼻子跟你这个底下，如果是比较高度落差比较高的鼻子，它可能会有一些空间感，会透一些光进去，它会相对来说就会产生这种效果。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就是周围的环境没有什么反光，或者说是你这个高度落差也没有那么高，你就做不到这种透光的效果，那你可以其实不画也可以。然后再注意的这个地方。就是通过一个暗面，它其实把这个鼻翼的形状从阴影中稍微拉扯一点，然后这个地方它就会相对的这个三角，我经常是加暗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地方加暗是什么原理？这个地方加暗是因为遮挡物离遮挡物比较近的比较暗比较实，离遮挡物比较远的就相对来说比较虚一点。但是又因为它这边有透光，所以说是什么？这边是暗实，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暗实，这个位置是暗虚，大家可以就是感受一下子，是不是就是有点费脑子？画多了，其实就是心里就有数了。然后接着讲到唇部的这个光影哈，唇部的这个光影我们可以看一下的唇部的结构，是这个样子，唇部是有一个唇峰在的，然后这个它是这样子一个。就是往下走的这样子一个坡，而且它是往脸颊两侧折的，就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地方相对比较暗，然后越往这边走，哎，相对来说比较亮一点。然后这个唇，它虽然说它是一个暗面的唇，但是因为你这个
这个地方它是相对比较往外翘的，然后你靠近这个地方它是相对比较贴脸的，所以说你往外翘的地方到底还是要比你贴脸的地方要稍微亮一点点。然后唇峰又是往里收，它又开始暗了。然后它这个就是不是这个唇中间这个叫什么忘了，应该这个是唇峰哈。光源变化这些都要重新考虑吧。肯定是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假如是说，最简单的变化是什么？你这个是顶光，我这么说，是底光你就反过来，底光就是你这些地方都要反过来，这些结构什么都要反过来。你这个地方是高光是亮面，如果你是底光的话，那你这个地方就是暗面了，你画面最暗的地方反而是你之前画面最亮的高光的地方。本质上我在讲这个光源的时候，我不是说在讲它的光怎么打，我是在通过这个光告诉同学们，就是它跟结构是怎么作用的。如果是说你不懂结构的话，那么其实无论就是你不懂结构的话，就是这个顶光其实你画的也很困难。我现在是以一个完全写实的结构，我帮大家把所有的结构都走一遍。就是如果是说，比如说像这种比较二次元或者比较平面的画风，其实是不用考虑这一块的。但是就是以防大家以后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不一样的风格嘛，我就是给大家都讲全一些。然后像这个唇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作为参照我就不动了。然后到这个唇，这个下唇的这个阴影部分，然后这个下唇哈，下唇它虽然是亮的，但它还是有一点点的过渡，就是相当于就是要把这个唇的厚度稍微的做出来。然后到这个阴影部分，就是如果是写实的刻画的话，它是非常虚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非常虚，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往这个地方溢散，虚虚的溢散，就是这一圈儿。为什么往这个地方溢散？因为这一圈是口轮匝肌，就是它口轮匝肌，它表面还是会有微弱的起伏的。当然，你这个起伏多了，你表面就会显得老；你这个起伏不做吧，你表面就会显得平。但是你这个起伏就是说到底还是控制力，尤其是很多画脸的，你越画到最后，你会发现画脸它是一种控制力。就这个控制力，其实说白了，我只能教给你结构，但是这种控制力，这个真的是需要练的。就画画有些地方你还就真的需要练，这种东西你不练不行。然后我们接着来讲到这个，比如说下面这个下巴这个地方，它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个很窄很小的这个暗面。然后再讲到脸侧吧，就是这个地方是颧骨颧弓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最亮的，画面的高光也是在这里。然后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些青色。它是一些紫色，它说明什么？说明颧弓开始往下落了。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变化是非常微妙的，但是它是有的。如果没有这个变化，这些地方全都是高光，那它其实它整个给人的感觉这种细节上就会被削弱掉，而且会感觉到这个脸就跟发面馒头一样。但实际上说我们也没有特别调整什么，我们就是把这一块全都变白了。但是我就明显感到这个地方就往外凸了，有点肿胀的感觉。所以说，就是一些很微妙的这种控制去做这些东西。我个人我还喜欢就是在卧蚕周围，我再把这个眶骨这个地方再稍微的给它往下压一压，然后就是再去讲一下这个是眉骨。如果说那种画猛男的，他通常比如说你看啾啾啊，很多上面他这个地方也加个阴影，他为什么这个地方加个阴影呢？他就是让这个面部的折叠变得非常的锐利。就有一种什么，这整个面部骨骼感很强，就有一种猛男的感觉。但是一般来说就是什么，比如说眉骨很平的，它这个地方它可能就完全平的瞬间过来，甚至很多亚洲人他们可能就根本没有什么眉骨，就直接下边就直接连个鼻子了，也没有什么眼窝之类的。这个是眉骨这个节奏，这个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去取舍。然后这个地方是你的太阳穴，是你的颞区，你颞区是往内收的，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小阴影的。然后眉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颧骨、颧弓这个部分，颧弓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它是最突出的，所以这个部分相对来说也是就是比较暗的。然后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侧脸这个部分，它有点是什么？它有点就是像一种比较锐利的转折，然后紧接着往下舒展了，转折舒展。所以说其实整个这条交界线最暗的这个点在哪里？在颧弓下面这个阴影上。但是它这个变化是非常的，因为它始终是在一个平面上变化，所以它这种变化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这种婉约的。
而且我们要注意，就是你颧弓对这个地方的转折也不要画太锐利，画太锐利的就是，就很猛男啊，就非常的那个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地方它应该是有一个那个人中的，稍微往下去凹下去一点，然后这个唇部的唇峰的2条棱，像这个样子，2条棱是高光的话，那剩下这个地方再接着往外边衰减，因为我们这个嘴唇整体它是一个这样的弧度，所以说就是这个地方最亮，然后往外衰减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慢慢的暗下去，这一切都是一件很微妙的控制力。那么知道面部这些骨骼点，知道面部这些节奏之后，然后你比如说再问我，比如说怎么去画不同这个结构的这个光源，那么就会有数了。因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画不同结构光源，你不是需要了解这个光是怎么打，你需要去了解的是这个结构点到底摆在哪里。假设就是这个结构点啊，你让我去画一个底光，现在倒过来让我去画一个底光，那我这个底面来光。那我们就知道是什么啊？这个地方要压暗，这个就是这个下唇反而是暗的，上唇反而是亮的，然后它上面这个地方反而是暗的，然后它本来应该是暗的这个鼻子底下反而是亮的，然后你最亮的这个高光这个位置，你的鼻梁反而变成暗的了，整个上面这个额头也都是暗的，然后这个眼睛这个上半部分也是暗的，然后这个卧蚕的这个阴影呢，就是反而就是落在了上面，然后这个地方脸部比较凸起的这个苹果肌的这个位置反而也变暗了，而且它是什么？它是相对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位置它是最尖锐的去变暗，因为这个鼻梁它是在起伏最多的一个部位，所以说它变暗它是变得最尖锐的，然后其他位置变暗又变暗的相对的比较柔和。看一下这种哈，就是一个比较底光的这样子一个效果。这个地方亮，然后这个地方下巴凸起的这个地方，之前在顶光上它是这个亮的，但是进入到这个底光的它就应该变暗了，就完全颠倒反向过来了。我是把刚刚那个图层合并走了，好像。我可以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光影哈，直接给它搞一个反转、反向，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底光条件下，它本身的这个明暗应该是怎么去处理的。OK， 那么之前讲的呢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写实的，就是明暗面部转折应该注意的点，应该注意的分割啊。现在去讲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要画一个，我就是不追求这种很写实的面部，我不追求这种很那个什么的，那我应该去怎么处理一张比较平面的这个脸呢？那我们要注意到平面脸它需要顾及的就是哪几个部分？看来我这个地方圈了一下，就是眼窝，就是我刚刚说的眼窝、鼻底以及这个嘴唇这个部分。就这几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的哈。当如果说给一个顶光的话，你需要就是给到的面其实就是眼窝、眼部这个地方，你要有一个稍微的这个阴影的投影。然后鼻底的这个投影，包括这个嘴唇这个投影，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这个鼻底的这个投影哈，就很多往往是什么？往往它给的就非常浅，它会比一般的投影要浅。为什么？因为二次元我们如果是观察一些手办的面部，我们也可以发现它这个鼻子它不是这样子折叠的，手办它很多那种二次元它是这样子去走的，这是有点像那种什么？有点像一个平面上你搞了一个小凸起，而不是说你直接搞了一个就大山峰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它其实有点像这种平面上的一个凸起，更像一个平面上的起伏。然后它的这个阴影，它往往其实也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这种嘴唇的这种转折，包括这个眼睛的这个投影要来的暗的。
转折给少一点。你看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底光的，要注意到的也就是眼睛、鼻子和嘴巴。侧光的一个投影，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侧光投影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侧光投影的这个虚实，就是相对来说，眼球这个地方，眼球的影子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虚的，它更多的是一个明暗的这个变化。如果说你这个眼光有投影的话，它通常是什么？比如说它离得很近，这个睫毛，然后打在这个眼睛上，这个睫毛的这个影子。或者说什么这个刘海，然后打在眼睛上，这个刘海这个影子，它相对来说就是离得比较近，因为本身这个二次元它这个眼睛，就是它的折叠度是远远不如就是真实的这个人类的，就是更多的就很像它就是在平面上附着的，所以说它本身这个明暗变化要给的非常的隐约。但是呢，包括这个鼻尖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靠近这个鼻尖这个部分，包括这一条线，因为它这个还是有一个这个它这个还是多少啊？它还是带有一点起伏的。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相对锐利一点的。然后进行到这个脸的这块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要给它一个比较虚的这样子一个过渡。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有遮挡物，这个地方有这个鼻尖作为遮挡物，所以说，哎，到这里头它就变成锐利了。然后慢慢的就是离遮挡物远了，然后这个地方它没有遮挡物，它只是一个脸转到这里的一个过渡。所以说它这个地方的过渡，你看这个地方这个过渡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虚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变化会给人感觉你的光影更为的这个自然，相对来说一个顶光光影可以看到基本上只有眼睛和鼻尖两个结构，还有一个就是更为顶光的光影，就是我列举的这几个光影是平时就比如说画画、画稿啊经常用到的几个光影。更多的这个光影的这个形状这个概括，大家可以看我下面就是做的这个动画，我一开始给大家放了一些。OK，那这个不同角度光源的这个，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面部的结构点。然后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利用光源展现氛围。这个就讲到，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光，我们知道这个影的形状了，然后我们具体怎么样的去利用光源展现氛围。像这个我就是分析了，它集中的这个情绪的爆发点在于哪里？在于眼睛，然后它利用这种光源对比，让人把这个视线引导在这个眼睛身上，最后呢，它完成了这种情绪的这种传递。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怎么去利用这个光源，如何用光源塑造氛围呢？第一个是光源形状的切割，就是典型的，比如说像这个，我利用光源，我塑造出很多新的这个形状，新的这个阴影，然后明度、饱和度的这个对比，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光和影的明度、饱和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嘛。然后第三个，光源引导视线。第四个，利用空气透视增强画面纵深。第五个，透光区分层次。第六个，点光、边缘光勾勒主题。第七个，光影渐变。第八个，利用材质反光度的区分来增强画面层次。第九个，强光塑造体积。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光源形状的这个切割，就是这边左边这个形状跟右边这个形状，包括看我这张图，就是你们觉得，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塑造的不管哈，就是单纯的就是两个光影这个形状这个切割，你们觉得哪个地方的这个形状切割更有意思？就是明显是这个地方它的形状切割更有意思。光源形状切割就是你去利用一个
第一个是你本身你要有这种复杂性，就是你这个地方总是要有遮挡物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你的光源有复杂性。像第一个形状上有复杂性，我们可以看到它创造了更多的就是层次更丰富的一个暗面和光面的这个区分。光源的复杂性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我只是一个单纯的这样子一个顶光，哎，这个时候呢，我给它加一个渐变的一个大的一个底光，然后我再给它加一个什么？我再给它加一个侧光。然后这一幅画它就是什么？它具有了一个物体上的复杂性，而且它还具有了一个光源上的复杂性，它整个画面给人的完成度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高。第二个是明度饱和度的对比，我们来一个个看图来讲吧。光源形状的切割，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面这个画上的一个侧面，它给人一种情绪感。情绪感来源哪里？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它这个眼神本身，它是什么？眼神比较迷离的。第二个来源哪？就是来源它这个光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光源，它给的是什么样子？它特意是拿一些就是很细的这种树枝一样的这种遮挡物去投这些光源的影。它没有说我这个光源我直接就是什么，我给它投成这样一块一块的东西，没有，它反而是用这种很细的地方去投。它是为什么？因为本质上它这个块面，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大特写，它这个块面的就是基础块面很大。变化比较小，然后为了就是让整个画面就是不流于平庸的话，它需要给它创造更多的层次。那这个层次就是借助这个光源去创造，让它这个投影。第一个是什么？分支很多，形状复杂，而且不仅形状复杂，投影的还非常的细。它就跟这个大，它形成了一种粗与细的这个对比。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它投影的这个深浅不一。深浅为什么不一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知道，它这个树枝它肯定是，它不是说，哎，我特意拿了这个网搁这摆着，它应该是个树枝摆着。树枝的话，它在空间上，你离这个人物具体的这个脸的远近，它就会有分别。那你肯定离得近的它就会深一点，离得远的它就会相对来说就会浅一点。然后我们再看它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什么大的这个模糊的边缘这个投影，这个过渡投影，这个投影跟投影之间的它相互之间这个摩擦跟这个冲击呢，也是就是给整个画面带来一个更丰富的这个感受。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利用光影切割形状来丰富画面的。那它这个切割，它形成这种块面，我们可以观察到，通常它都是在哪里？它通常都是在眼睛这个周围，在这个面部的这个周围，它通常在焦点周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就是利用光影，它怎么的去塑造这个氛围。它这就是什么？这几幅画全都是伦勃朗的，很典型的，它是做了明度饱和度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伦勃朗打光基本上就是什么？它是纯暗的背景，就背景非常非常暗，但是它光呢又给的非常亮，就导致它这个主体就是特别的突出。包括像这个面部，就是我这么暗的背景，它怎么可能有这么亮的这个面部？说实话，在那个什么，就是现实的这个生活中，你很难见到就是这样子就很暗的背景，但是却有很亮的面部。但是就是你画面，你其实都是可以利用这些去进行处理的。像这几个小而紧凑的、颜色丰富的这个亮面，
包括像这个地方就是很亮的这个亮面，然后就是这个深的衣服，就特意的把他的这个脸部跟手部突出出来了，就是利用人物的这种比较焦点这种地方来传递这个情绪。这个就是很典型明度和饱和度的这个对比。一般来说，把明度饱和度对比做的很鲜明的画面，相对来说冲击力会什么？冲击力会很强。它也是经常就是最常用的一种办法，就是最常去运用光影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这个什么焦点的地方强调。我们接着来看光源引导视线，像这两幅画都是很典型的光源引导视线。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这一位女士和这位女士，就是他们两个所处在这个画面的这个正中间。但是我们仔细眯起眼来看一下，其实他们就是相对来说是，就是尤其是这个女士，她其实跟背景啊或者什么，她们其实相对来说这个饱和度跟明度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就是如果说我把这些地方都封上，我们可以会觉得它这个主体没有那么突出，但是把这些地方的光亮出来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提供一个对比，就周围它有一些比较亮的地方，包括像这种比较碎的这种亮面啊，它是提供一个对比，让人就是多少是能把这个主体这个形状勾勒出来。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它本身它带有一种这样子的光线引导，它会把人的这个视线它引导在这个地方。这张图也是很典型，就是像这个比较暗的这个对比，比较模糊的这个，一下子就是我们就是顺着一下子撞到了一个很白但是又很黑。它首先什么对比鲜明，而且它边缘都什么对比强，边缘锐利。就是我们的视线一下子从对比弱、边缘模糊到了一个对比强、边缘锐利的地方，它就把我们的东西完全都给它吸引住了。所以哪怕就是这个点，就这几个人在画面中，它只占了这么小一部分，它仍然是整个画面的这个重点和中心。然后利用空气透视增强画面纵深。空气透视呢，就是丁达尔效应。就是具体表现什么？就是光线的逸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逸散的这个光线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就是远处的物体，就是它光影的变化。像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两只手近处的这只手，它光影的这个变化，它这个明面和暗面这个对比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但是到远处的这个手，它这个什么光影的这个变化，它就是相对比较弱。到这个背后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它完全它这个对比是相对来说就虚化了的。包括像这个，就是在这个远处这束光线射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穿的黑西装。但是他们这个西装其实已经几乎可以跟他们的头发一样白了，就它整个对比已经被弱化到了一个非常近的一个地步。这个条件下，如果你还想再强调什么对比什么，那个我想突出的焦点不是在近处吗？我把这个近处的这个焦点，我再把它的对比加强一下，它这个感觉就会给人感觉更突出。包括像这个，我们可以发现远处的对比明显是削弱的，近处对比明显是就是很清晰，并且是增强的。这里写对比嘛。OK，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到一个光影渐变。光影渐变这个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光影不是从头到尾的。像这张图是很典型的光影渐变，可以大家看一眼这张图，就是什么？它这个光影啊，就是由实到虚，由深到浅。由深到浅，由不透光到透光。
打个比方，我们看这样一张图，就是在这个图的透过来这束光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是一个明显的强光，它的这个亮面跟暗面这个分割都是很多的、很重的。但是呢，在它的这个暗面的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它本质上它是什么？它开始变成了一种就是弱光。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是有反射的，因为它这个地方很暗，然后这个地方又亮了起来，就是它是隐隐约约有一些这种光影的这种变化在的。但是这个地方它光影的这个层次跟这个地方它光影又不是同样的一个层次了。像这个光，它是什么？它是中间这个地方，它是很强的这个光，但是呢，它到这个地方手的时候，它的本身的这个光影，这种对比就削弱了。包括你看，像这个肩关节的这个转折，也是相对来说，它就给的非常的弱，非常的微妙。而且它这个边缘什么，它有这个一圈这种逸散的这种透光的这样子一个光圈。就为什么会有这个光圈呢？就是它本质上它是这个，而且它通常是暖色的。是因为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哈，因为我们皮肤不是完全实打实的，我们皮肤也是，就是上面有一层，就是比如说角质啊什么，它有一层半透明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当光其实就是照到我们肌肤上的时候，它这种东西也会相对来说的去折射一些光，就会导致靠近这个边缘的地方，我们这个肌肤它往往是泛红的，而且是泛这种饱和度很高的那种红啊或者是橙啊，它让这个光给人感觉更有形状，就是也更有光感。像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光，它明显它是那种比较平、比较散的过来的。但是到这个地方的光，它相对来说又是什么？它又是比较重的过来了。当到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它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比较婉约了。整个画面它用的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光的处理。所以说它焦点地方它用的是最强烈的这个光对比。假如是说我一开始我就是完全用2分的话，我也是用这种办法去处理这种光线的。对比的话，那它其实整个画面它的那个层次上的那个丰富度就会少很多。所以说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强光跟这个弱光它之间这种就是一种渐变的一种运用。然后强光塑造体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用画面去赢得别人那种方法，就是我不去搞一些有的没的，我只是说什么，我把这个画面的这个体积感做得足够好。体积感它就是一种什么？它就是一种我要跃出画面的一种感觉。当我把这个体积感做得够强的时候，它整个给人的冲击力也会比较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它的这个什么最亮的这个地方都已经是就是亮白色了，它最暗的地方它甚至就是已经是一个黑色了。但是它整体它靠近焦点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靠近这个手的这个关键部位，哎，靠近这个眼神的这个关键部位，它给的是最亮的和最暗的最强烈的对比。但是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光线打的，它本身这个材质就是本身这个材质比较容易透光嘛，所以说即使是很强的光打过来，因为它这个材质透光，所以导致它这个地方阴影没有那么暗。包括像这个地方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哈，它是受到了这里的透光，也导致它的阴影没有这样子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它体积感其实是很突出的，因为它把就是能塑造体积这个体积感都已经往前带了，然后它把就是其他就是什么，就是其他的地方的体积感给它削弱了。这几个都是典型的，就是光比较强，它这个明显这个对比是比较强的，而且它不仅光比较强，而且它的光还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可以捕捉到清晰的亮面和暗面。如果想要有体积感的话，就是清晰的亮面和暗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因素。然后我们接着来讲到这个点光、边缘光、勾勒主题。都是很典型的，像是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一个近似于有种边缘光的一个形态去勾勒这个主题。然后呢，这个就是很典型，哎，它这个地方透光散射，就是一整个是个边缘都被勾勒起来了。其实如果你眯起眼睛看的话，它的这个明度跟这个背景的明度它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说没有这一圈这种勾边的这个颜色的话，它这一个人物它其实可能就会跟背景融为一体了。包括像这个哎海边啊，这个背景的这个夕阳啊，这个海光啊，它透过来，它是有一种逆光这种感觉，它就会把这个人物就是勾勒的非常的详细，非常有存在感。
点光、边缘光通常就是侧光、逆光。具体的到这个模型上给大家看一下子。可以看到这个很典型的，就它本身它这个具有一个很强的这么一个光影，然后我这个旁边我再去加一个什么，再去加一个点光的侧光的这个样子，就是把它这个暗部的这个轮廓又给重新的区分了一遍，所以它整体的这种存在感，这种冲击感是很强的。下一个，利用材质反光度的区分来增强画面的层次。我们可以这里选取2张图片，就是这张图片，可以观察到它是什么，本身它全身都是采用那种非常反光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画面就是底下的其他的2位女士，因为它本质上它不具有这种特别反光材质，即使我们可以进入它的固有色，但是给我们的冲击力还是不强。但是这个反光材质本身它就带有反光，其实是什么？反光的意思就是什么？它带有了很强烈的对比，就它这个材质，它这一个块面本身的对比就已经很强烈了。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阿加尼他拍的那个马格皇后里头，可以看到它整个画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偏暗的一个色调，然后它画面的对比就是通过这个眼球的这种含泪啊，就是眼球冲水含泪之后，它本身它就会比较容易反光，以及它本身这个珠宝的这些微光，而且这些微光是给的比较细、比较小、比较碎。再加上就是跟整个你看比较整的它的头发、它的五官，就是这些地方，这些块面都比较整的块面。相区分的话，从而呢给整个画面它其实增加了很多精致的程度。如果说没有就是这些小的这种光点，没有这些小的反光给它涂掉的话，就整个画面它精致的程度会打很多的折扣。对比一下子 ，OK。那这个呢，就是我说到的，就是如何去利用光源去塑造氛围。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就是讲了这么多，就是来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带大家稍微复盘一下子。就是我可以看到哈，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在选取构图的时候，包括在画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先说一下，我按照作画思路的方式来跟大家复盘。因为我觉得讲那么多，其实听起来也蛮晕的，都是一些比较理论的东西。第一个是，就是本质上我要想明白我这个画面需要什么。如果我需要这个画面，我需要光影效果的话，那么我一开始就是合适，比如说构图呀也好啊，比如说姿势啊也好啊，就是这种的，或者说这种动感啊这样子。就是你本身就是你画面要有一些足够的这种内容，让你的光影去发生这种关系。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比较动感，比较具有飘动，然后这个衣服啊，就是相对来说，你看哈，它这个往上跃起，就代表什么？它代表它会有那个暗面和它那个投影啊，那它这个光影就有很多更丰富、更值得发挥的地方。但是你可以看到，像这个衣服啊，你都被紧紧的扎好了，那你就加个顶光，你下去你就这个地方它也。就是玩不出什么花样，懂吗？就是你本身这个内容上，你要去做考虑。OK，下面我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子来打投影。
可以看到这两个这个投影之间，它这个形状块面切割的这个分别。然后这个是我是什么？我这个是没有做任何的变化，我只是做了一个单纯的这样子一个二分。那么我的下一步是什么？哎，先把这个步骤写上去。那我的下一步什么？去调整阴影的虚实。比如说，我们以一种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一张，它是那个什么，它是这个阴影的虚实已经调整完之后的这样子一个效果。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张，就是左边这张为例，来给大家看一下子，就是我要在哪些地方实，在哪些地方虚。首先呢，就是这个头发投影，因为头发这个投影呢离这个面部很近，所以说就头发的话，我就是不给它虚化了。像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的投影是什么？它其实是我这个下巴的投影，但是我下巴离这个，就是我离这个下巴最近的这个地方在这儿。这个地方离下巴已经有点远了，所以说我什么，我给它虚化了，或者说什么，比如说我投影进行到这里，然后我这个地方是什么？我这个地方是我这个脖子这个圆柱体的暗面，圆柱体的暗面它是柔和过渡过去的，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就要适当的给它虚化。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我这个面的，我这些褶皱的这些面，首先这个角度的我是不动的，我是要确保它绝对锐利。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衣服的边缘。它直接这个地方下边就没有内容了，它就是一个边缘，就是一个边缘的投影，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是完全锐利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会选择虚化，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衣褶，就是你这个地方衣服上面鼓起来一个褶，不代表你这个衣服就要断掉了。所以说你是衣褶之后，你肯定要有一部分你来表示，就是我这个衣服啊，我还是会跟它回归到就是其他的布料中，还是会有一个汇入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选择虚化。哎，这个地方也是投影的远近，因为离这个上面这个衣服远了，所以我选择虚化。哎，转折，它是一种起伏虚化，起伏虚化，起伏虚化。大腿的这个圆柱体这个起伏虚化。哎，衣服这个地方它是一种起伏虚化，这些地方的衣褶，哎，虚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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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衣褶，但凡就是它就是要汇入到整个布料的那个地方，我就虚化。OK，那么到这一步呢，其实基础的它这个虚实关系我就做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它加一个整的这样子一个明暗关系。就是利用图层的属性哈，给它浅浅的这个正偏叠底一下子。然后呢，然后看一下子，我们再来处理一下它这个光影的这个阿尔法锁定，开始处理光影的这个明暗。还是遵循差不多道理，就是靠近遮挡物的这个地方是最暗的，远离遮挡物的这个地方有透光，相对会亮一点。哎，靠近遮挡物，暗一点，地方暗一点，没有透光的位置暗一点。
相对暗一点。我这里透光是什么？是假设哈，是假设这个地方有透光的，所以说基本上可以看到都是这个靠近棉端线的这个边缘比较暗，然后暗面的这个边缘是相对比较亮的。然后这个下边的这个头发，假如说它背后有透光，所以说给它远离背后的地方暗一点。然后这些阴影也是。然后它这个头发，它是一个，不是按二法锁定，是选择，对，选择这个图层之后，我在其他图层画，我也画的不能超过这个图层的位置。然后这个头发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来那个塑造一些亮面，就是相对来说它一些微妙的这种光影的变化，因为亮面也不是全部都是一个形状的，它离光源还是有一些位置啊、距离上的区别，所以说它本身它会带有一些光影上的区别。OK，差不多，现在我这个白膜就做的差不多了。这个地方我给它都那个什么，都统一合并一下子。我喜欢其实是一个图层合并之后，我再去处理其他的差不多的细节。OK，简单纠正一些这种光影上的之前就是没画到位的地方，包括它其实这个100啊，它要在这个旁边这个手臂上形成投影，也是，就是它假设这个地方有透光的话，为什么要假设这个地方有透光？因为这个是暗的，这个就是你这个是暗，你要画的一样暗，你就其实就没有什么空间感了。所以说你就要假设这个地方有透光，然后把这个地方就是稍微搞得亮一点，这样子就能把它前面这个暗的地方突出出来。OK，那么白膜进行完了之后，到我们下一步就是去处理它这个固有色的这个地步了。哦，对，人家白膜底下应该是真的是白色的，我这个底下是灰色的，算了，灰色就灰色的。灰色的那就整理就是暗一点去处理。OK，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哈。到我的下一步，我开始用就是下一步的时候，就是我叠加固有色的时候，我会用2种图层效果。
OK，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形式。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正片叠底的形式，这个呢是颜色加深的形式，这个是线性加深的形式。大家可以注意到它这个变化没有？就是根据我想要的这个光源的不同，我会去用不同的这个选择。那么这个就讲到了我就是演示到这一步，就是说怎么去打造这个，去进行这个画面的这个调整。就是如果说你用正片叠底的话，你本质上你是要追求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什么？类似于就是你看它整体画面比较暗嘛，相对来说它本质上它是有体积的，只不过它站在了一个阴天的光影下。但是颜色加深是什么？颜色加深是它是会让你亮的地方对比比较弱，但是暗的地方对比会非常强。就是在你用颜色加深图层的情况下，它也同一步的在加强，就是你每个固有色的对比。然后线性加深呢，是根据你固有色对比的这个不同，然后就是比如说你深的这个地方，你的亮面跟暗面都一起的，就是加的特别深，但你浅的地方，你相对来说就是加的会稍微的小一点。如果是说它这个对比程度的话，大家可以跟大家比较一下，就是小于线性加深，小于颜色加深。我一般比较常用的是颜色加深，或者是说这个正片叠底两种。正片叠底是我觉得是个人，它是一种比较适合去画那种，人设的那种的色感，因为它本质上它对于固有色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我们可以看到颜色加深，它其实它会把固有色就是给它，就是形成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二分，以及拉层次。OK。那么到正片叠底，然后下一步我会继续的去处理一些额外光感，就是刨去本身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细化、修修剪剪呢。然后比如说，当你这个情况下已经细化、修修剪剪完之后呢，进行额外的光感。这个时候呢，像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些什么？是一些比较加深的图层，下面就要用到简单的图层了，就是柔光图层、线性简淡图层。以及就是添加图层，还有明度图层，这4个图层是我个人最常用的。其实我之前也在想，要不要就是跟大家把所有图层的那个什么都讲一下子，因为我之前讲过，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就讲了之后大家也不一定可以记住，我就直接讲了我个人就是画面中就是用的最多的几个图层。就是首先呢，我们可以先选择它的一个，现在也是进行一个选区的选择。柔光图层是什么？它特别适合用来调整整个画面的色调。可以观察到，就是它对于这个对比度的这个削弱，它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但假如说你换到了强光图层，它就是对于这个对比度的这个削弱是相对很多的。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会用柔光图层来调整整个画面的这个色调。以及就是在保证这个对比度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把整个画面变得更浅啊，或者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线性简淡图层。线性简淡图层，它个人我认为特别适合用来画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特别适合用来画强光。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就是你个人把这个光放到这头，然后它也会透光的一种强光。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这个那个柔光涂层上，你就可以观察到，柔光就像是一个，它就像淡淡的一层粉色烟雾罩在上面。但是线性简单涂层，我觉得它是用来画强光的最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添加涂层，添加涂层它就是太强了，添加涂层它就是一种强发光的这样子一个感觉。我一般用添加涂层来做什么？一般用添加涂层来做这种光点，或者说画面的这个，比如说，哎，现在整个这个颜色不是比较暗吗？我就是想做一些，就是它，比如说它这个地方别着一个什么东西在发光。我就会用这个添加涂层，同时呢搭配这个泛光来使用。可以看到它就会有一种就是比较强的这种发光感，但这种发光感只针对它自身，就是它不是很影响就是这个周围的这个地方。如果想要表现更进一步的，就比如说，哎，我这个地方我受到了这个光源的这个影响，开始发光的话，比如说在这周围浅涂一下子，哎，涂错涂层了。选择这个线性光涂层，然后相对来说降低一些饱和度。但是其实你也可以根据你想要的效果，就是看看你想要哪种发光涂层。但一般来说就是线性光我是比较常用的，还有一种就是覆盖涂层。覆盖涂层我个人感觉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效果更好的柔光，就是它也是同样在保留这个对比度，但是它本质上它就是比柔光要保留的更完整一些。OK，到这个明度涂层，那个明度涂层呢，是我这段时间以来就是处理画面其实最常用的一个涂层，也是我个人感觉就是真的就是脱离基础上的一个使用，是属于那种相当于就是什么我个人风格的一个作画方法的形成吧，也是选择然后进行一个进入明度涂层。我们可以注意到明度涂层呢，它会什么？它会让所有颜色明度一样，但是它本质的那个什么色相跟它饱和度还是保留着的。所以说明度涂层它会形成一种比较奇妙的视觉效果。因为我个人觉得这种视觉效果，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很难见到。所以我一般来说，我比较习惯就是喜欢用明度涂层。我首先呢去给它进行一个就是渐变。浅浅的擦出一些，就是比如说比较有对比的这个地方，然后其他大部分地方用明度涂层来做。然后呢，我再用一个什么？我再用一个侧面的这样子一个，比如说给它创造一个背景吧。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整个背景它都是相对来说，哎，有这样对比了。然后呢，再在这个什么，再在这个利用明度涂层削弱整个画面的基础上，我再去给它创造一个侧光。我再给它创造一个就是边缘光线来强调这个主体。然后比如说这个地方透光，哎，那就让它这个光线透过来。哎，靠近这个明暗交界线的地方，为了加强一下这个对比，
让这个明暗交界线这个地方，哎，给的更暗，然后远离这个光源的地方给的更亮。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这个画面的这个视觉效果，就是比刚刚的那个视觉效果，我个人觉得它就是更奇妙了。这个也就是我就是这段时间基本上都在用的一个处理方法，就是明度图层，非常好用，大家自己可以回去多试一下子。然后就是这个也是我之前的一个总结，就是我跟我刚刚讲的这个差不多。OK， 那么今天的这个光影这些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呢会给大家就是用完整的一张图来示范一下我整体就是做光影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包括就是具体的调整。那么今天先上到这儿，大家拜拜。